量子计算机到底距离我们有多远？ Hello， 你好。为了探寻这个答案，这期视频我们走进了硅谷的一家量子计算机实验室，并且我还亲手帮忙安装了这台从前我认为还需要很多年才会来到我身边的黑科技产品。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量子计算机的选题呢？那是因为从去年2024年年末开始我们看到硅谷的科技领袖们之间就迎来了一场激烈的量子较量。Google unveiled Willow, a quantum chip that can solve certain problems normal computers simply cannot. 2024年12月9号，谷歌宣布最新量子处理器 Willow 的突破性成果，引发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各种量子计算概念股暴涨，1个月内翻了几倍。到了2025年1月初，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直接泼了盆冷水，说有用的量子计算还要等10几年。同时 ，Meta 的 CEO 扎克伯格也公开表达了类似观点，这又让量子计算概念股狂跌。就在最近的2月19号，微软推出了全球首款拓扑体量子计算芯片 Majorana One， 这是一种全新的量子计算解决方案，又给业界和市场注入了新的乐观情绪，让量子概念股出现反弹。你看看这过山车行情所以我也很好奇，这项革命性技术到底为什么能够引发科技大佬们之间的争议？各家巨头的利益冲突点在哪里？会如何颠覆比如说区块链这样的市场呢？以及呢，量子计算到底距离咱们普通人有多远？是概念炒作，还是下一个计算革命的开端呢？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试图来探索一下答案。首先，我们来试图解释一下什么是量子计算。这块就是可以达到所谓的差不多绝对零度附近，同时在我们的一系列的那种像电磁屏蔽罩的保护下呢，这里面如果量子芯片在里面的话呢，也会成为不光是全世界最冷的地方，也会成为也许宇宙中最安静的地方。你会看到刚才说过，这个桶其实会放在这儿，然后会这样盖上面，然后量子芯片的就会在这里面。而这个东西是最里面的干嘛呢？它是个超导材料，它可以将所有的电磁信号几乎都屏蔽在外面。光靠这个桶也不是很够，你要绝对屏蔽掉电磁噪音的话呢，你需要电磁噪音和一些红外光线的那个影响的话呢，你就需要对它进行更多层的屏蔽，包括这一层屏蔽，还有这一层也是用来隔绝那个磁场外界磁场的，还有这个是用来隔绝那个外界的那个红外辐射的，然后。当然，上面这几层呢都是一些相应的屏蔽层，但是这里面这2层会更加特殊一点，更靠近那个接近绝对零度那个区域一些。而这个会套在这外面，然后一层往外面套，形成多层的隔离和隔绝。然后到外面这一层，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最大的，它就是一个真空罩，它罩上之后可以把里面抽成真空，高真空，所以你也没有空气在里面，对你的芯片进行氧化呀，进行影响包括你要降到低温，也需要里面没有空气，因为可以隔热嘛。所以实际上，整个来说，这些屏蔽像俄罗斯套娃一样。那么要了解量子计算，我们要先从最基础的计算机原理说起。在我们熟悉的经典计算机中，所有的信息都是用0和1来表示的。每一个最小的信息单位比特，在任何时刻都只能处于0或者1这2种状态中的一种。但是在量子计算机中，事情变得有趣多了。量子比特不仅可以是0或1，还可以同时处于0和1的叠加状态。这种叠加状态并不意味着它同时是0和1，更准确的说，它是处于一种概率分布状态。在被测量之前，它有一定的概率是0，也有一定的概率是1，就像薛定谔的猫，既是活的，又是死的。或者呢，你可以想象一枚正在快速旋转的硬币。那么在经典物理当中硬币要么是正面朝上，要么是反面朝上。但如果我把硬币旋转起来，在它停下来之前呢，我们可以说它同时具有可能是正面和可能是反面的特性。那么这个旋转的状态，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量子比特的叠加态。更神奇的是，量子比特之间还可以产生纠缠。一个量子比特的状态改变会立即影响到与之纠缠的其他量子比特。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你可以想象2个魔术手套，当你把它们分开放置，即使相隔很远，它们依然会保持着神奇的联系。当你戴上左手手套的时候，它会随机变成红色或者蓝色，而远处的右手手套会立即变成相反的颜色。不管距离多远，这种相关性都会保持。这种特性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假设有3个量子比特，由于叠加态的存在，它们可以同时表示8种不同的状态，也就是2的3次方。这意味着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对这8种状态进行运算，而传统计算机只能一个一个的处理。而当量子比特数量增加的时候，这种优势会呈指数级增长。那理解了什么是量子计算，我们再来看看相对于经典计算机，量子计算机有多强大。那或许我们可以借用刘慈欣的《三体》里面的多维空间来打个比方。想象你在一个2维平面上要从 A 点到 B 点，因为中间有障碍物，你必须绕一段很长的路才能够到达。但如果你能够进入3维空间，就可以轻松地跨越这些障碍。前面我们提到啊，在大家熟悉的经典计算机中，所有的信息都是用0和1表示的。这就像被限制在2维平面上的生物，只能左右前后移动。但在量子计算机中，量子比特能够同时处于0和1的叠加态，还能与其他量子比特产生纠缠，这就像获得了往上下方向延展的能力，打开了全新的计算维度。这就是量子计算的本质，它不是简单的让计算变得更快，而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计算维度。仅仅10个量子比特就能够探索2的10次方，也就是1024个维度的空间。当量子比特增加到50个，这个空间就大到连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也无法模拟。这种维度爆炸正是量子计算强大的根源。不过控制量子态就像在悬崖边跳舞，量子比特极其脆弱，稍受干扰就会失去量子态，这被称为退相干现象。更糟的是，随着量子比特数量增加，整个系统的错误率就会急剧累积上升，计算结果可靠性就会急剧下降。就像搭积木，搭得越高，搭的过程中的一点点错误就会累积，然后积木越来越容易崩塌。那这个难题困扰了科学家们几十年啊，直到谷歌的 Willow 带来了转机。2024年12月9号，谷歌发布了新型量子芯片 Willow， 完成了一个传统超级计算机需要10的25次方年的标准基准计算。这个数字是多少来着？反正这个数字是远远超过了宇宙的年龄，而 Willow 呢，只用了不到5分钟。这是让 Willow 的发布震撼了整个科技界。其实这不是量子计算第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2019年也是谷歌通过了 Sycamore 量子处理器首次证明了量子优越性。量子优越性的意思是量子计算机能够在特定问题上超越最强大的经典超级计算机。当时 Sycamore 处理器被证明能够在3分20秒内执行一个计算，而相比之下，用当时最强大的经典超级计算机 Summit 进行同样的计算需要大概1万年。这在当年啊也引发了外界和媒体的关注，但是呢，相比起当时的 Sycamore 给外界带来的震撼，这一次谷歌发布的 Willow 呢，更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 Willow 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一项基准计算，传统超级计算机啊需要10的这个25次方年，这个已经超出了物理学中已知的时间尺度的数字之外呢， Willow 最大的突破是在于随着谷歌使用更多的量子比特， Willow 可以成倍的减少错误。那么这是解决了量子计算近30年来一直在研究的量子纠错的关键挑战。当时存在的问题是，随着你把量子比特数量做多，整个系统做大的话，量子计算机的可靠性是有所下降的。而 Willow 的最关键的成就之一是，它证明了随着我们这个量子比特数的增加，整个量子计算机规模的扩大，它的算力也是稳步提升的。它不存在一个这边翘起来那边又落下去的状态，它两边同时上升。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确定的可行性路线，我们只要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最终一定会能达到那个阈值来实现量子计算机对实际应用问题的可行性。错误是量子计算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因为量子比特往往会与周围环境快速交换信息，因此很难保护完成计算所需要的信息。所以通常使用的量子比特越多，错误也就会越多。想象一下，过去的量子计算机啊，就像一个特别庞大的交响乐团啊，用的乐器越多，反而越容易跑调和产生不协调的音律。
然而呢，拥有105个量子比特的 Willow 打破了这个魔咒啊，它创造了一个神奇的效果。量子比特用的越多，错误反而越少。而 Willow 的核心就在于这个独特的量子纠错方案。它采用了一种巧妙的设计，将多个物理量子比特组合成一个逻辑量子比特。通过特殊的算法，这些量子比特可以相互校验和纠正错误，从而降低整体系统的错误率。这就像在建高楼的时候啊，加入了减震系统，让建筑在长高的同时也能够保持稳定。谷歌量子计算团队从3×3的量子比特网络开始测试，然后扩展到5×5，最后到7×7。神奇的是，每次扩展错误率都会降低一半。那换句话说啊，他们实现了错误率的指数级降低。这一历史性成就在业界被称为低于阈值。要证明在纠错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就必须证明低于阈值。而 Willow 这次做到了。可以说，他们摘下了1995年以来量子计算领域的圣杯。那因此呢，我们看到业内很多人将 Willow 称为量子计算的 Transformer 时刻。那这个类比啊也非常好理解哈，就像 Transformer 架构证明了深度学习模型呢可以不断的堆叠，持续的扩大。那么 Willow 呢也是首次证明了量子计算机能够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不断的扩展规模。而这个突破意味着，作为首个实现低于阈值的系统 ，Willow 证明了一件事情啊，实用的超大型量子计算机是可以被造出来的。谷歌自己呢也非常骄傲的在博客文章中写道，这有力的表明实用的超大型量子计算机确实可以构建。Willow 让我们更接近运行传统计算机上无法复制的实用商业相关算法。对此啊，连一向和谷歌不对付的 Elon Musk 也给了一个 wow 的感叹啊。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也发表了祝贺。那对于谷歌来说呢， Willow 的突破性发展给公司的量子计算带来了清晰的发展路径。那 Willow 呢是谷歌开发可执行有用应用的量子计算机6步战略当中的第2个里程碑。Willow 芯片呢大约有150个量子比特，而谷歌计划最终构建一个拥有100万个量子比特的系统。我觉得谷歌的量子计算的路线图一直非常的清晰，他们一直发布到了到2030年以后的量子路线图，而且他们在2-3年前的路线图上其实就已经标定了2024年会实现这个。然后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一个路线图的精准的完成，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可信它的后面的路线图，也就是说整个量子计算至少超导量子计算机领域的路线图是按时完成的，所以说更加明确了我们的信心，继续按照无论是谷歌的量子计算机的路线图，还是我们自己的路线图，我们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它会一步一个脚印，一个渐进性的发展。那么这是让量子计算的业内从业者是大受鼓舞，认为如果说 Willow 是量子计算的 Transformer 时刻，那么真正的量子 GPT 时刻可能会在2030年左右到来。那么这个时间点将标志着完备的大规模的量子计算机的诞生。严格意义上说，完备的量子硬件，这个大家都在追求，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特别是 Willow 这个出现之后，对追求这个方向来说，有更明确的那个5到6年的一个 timeline。因为工程上已经验证了第一步了，然后下一步就是把它做到那个规模上。基本上 Google 的路线图、IBM 路线图都是公开信息，不同公司的这个实验线会上下浮动一下，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2030年左右到2032年之间做到一个完备的容错的量子计算机，可以去跑各种你想能跑的那种就是指数级加速算法。所以芯片其实是放在这一块的，在这个再把它会放在这个架子里面，然后给它连上这些线，然后让它可以对它进行操控和编程。刚才说的就是量子芯片在这儿，然后通过这些线把它连到一层层连到外面来，所以这里是绝对零度，那这里呢肯定是室温了。所以室温的地方是干嘛呢？就连到这些控制系统，中文叫做量子测控系统。它们的职责当然就是通过高速电子电路去产生相应的微波控制信号，让它可以去控制和编程量子芯片。因为芯片本质上你还是就像所有芯片一样，你需要进行操控，有 I/O 它才有工作，没有 I 和 O 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就是对它产生 I/O 的地方。
那如果说 Willow 是量子计算的 Transformer 时刻，什么才是量子计算的 GPT 时刻呢？我们的嘉宾是给了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当量子计算机能够可靠的解决大规模的质因数分解问题的时候，这不仅是一个技术指标，更是量子计算真正展现实用价值的一个转折点啊。那 Willow 的成功让量子计算从一个科学问题变成了一个工程挑战，这意味着前沿科技研究员们找到了通往量子计算实用化的明确路径，也就是 AI 加软件加硬件。量子相关的软件和量子相关的硬件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其实可以分几个层级来说这个问题。从最底层，从芯片的设计上来说，你软件辅助设计，包括现在开始一个趋势，像英伟达和谷歌其实今年已经发布了做成了这个事情的第一步，那就是用 GPU， 对吧？甚至用人工智能来加速这个最底层的芯片的仿真和设计的优化，这是最底层的软件和这个量子硬件的结合。那再往上一层的话，就是当芯片生产出来之后，需要对芯片进行一定的标定，不是说硬件拿来就能用的。我们现在的 CPU 的话，中间也是夹杂着很多比较偏向机器语言的一些底层的软件层。那这个软件层也是非常关键的。那软件可以在这里面做什么呢？它可以代替人工来对芯片的参数和运行模式来进行一定的标定，而且对芯片的工作状态进行一定的优化。那软件和 AI 在这上面的作用其实非常的大。是量子芯片的话，大概会放在这个就会在这里面，然后量子芯片会放在这个中间，成为一个就是它通过这个电路板跟外界进行交互。所以量子芯片如果这里面有量子芯片的话，就会放这个小方块里面。其实量子芯片就很小，对，就这么一点，就是一个1厘米大的一个芯粒，现在叫 chiplet 或者 dime， 就是一个1厘米见方的一个硅片。那Willow发布之后，以及谷歌对量子计算的明确路径也是在科技巨头之间引发了有趣的趋同现象。那比如说 IBM 原本坚持固定参数路线，也就是追求单个量子比特的极致性能，但是呢，看到谷歌的 Willow 以及它最近的成功之后呢，也开始向谷歌的可调路线去靠拢。所以不同科技巨头之间是如何压住量子计算的路线的呢？我们接下来聊聊科技巨头之间的量子角力。那我们从业内从业者那里得知呢，美国科技巨头的量子计算部门如果要溯源的话，都要追溯到各大顶尖高校的那么一小个圈子的学术大拿和团队，而他们分别被收购之后呢，也决定了科技巨头们的量子卡位战。美国量子计算界最引人注目的3大玩家 IBM、谷歌和亚马逊，他们背后都有一段有趣的学术界师承的故事。IBM 最早的量子芯片设计就来自于耶鲁。当年耶鲁实验室里面2位门对门的研究者，一位是 Robert Shelkoff 教授，他是耶鲁大学应用物理系的教授，他的研究对 IBM 的超导量子计算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了 IBM 量子计算的技术源头。另外一位则是 Michel Dvorak 教授，他的学生 Chad Rigetti 也加入了 IBM 工作。之后在2013年自己出来创立了 Rigetti Computing 公司，也是如今在风口浪尖上的量子计算概念股之一了。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高校呢，就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2014年谷歌一举收购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整个量子计算团队，几经发展才有了现在的 Willow。另外一个巨头亚马逊则是2021年大手笔把加州理工大学的量子计算实验室收入麾下，在那里创立了 AWS 量子计算中心。而我们的采访嘉宾 Roger 正是当年加州理工量子计算团队的博士，之后进入伯克利大学做了博士后。那这种紧密的学术渊源让美国量子计算领域呢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技术社群，但是呢也是让这个领域的几大科技巨头因为学术的高效源头不同，有了不同的技术路线之争。比如说 IBM、谷歌和亚马逊这3家公司就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IBM 走的是最保守的路子，他们相信固定参数的设计，就是把量子比特和耦合都做成固定的，同时呢它也不需要很多控制参数就能让芯片运转。这种设计在小规模上很稳定，但是要做大就很具有挑战性了。不过 IBM 有自己的芯片工厂，有信心能够把制造精度做到位。那用业内人士的话说，这就是求稳的路线。其实在当年是肯定是合理的这个决定，但是有个小问题就在于，这个一般来说所谓的控制参数少，所谓的什么东西参数的固定没有那么多复杂性在里面的一个代价就是你把它做大，
本身就很复杂，因为你不可调的参数太多了，那就意味着你在造的过程中就必须得非常精准，而且那个精准度要随着你的芯片做的越大越精准。因为你造最早的实验，大学实验就2个比特，对吧？2个比特好造啊，对吧？你怎么参数都不会有太大问题。当你要造10个、100个的时候，1000个的时候，这个就很大问题了。但是 IBM 是个大公司，它有这样的资源去做这种精准制造。而谷歌呢，则是选择了完全相反的路子啊。那谷歌收购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团队啊，主张所有的参数都要可调，这样即使制造不够精密，也可以通过调节来补偿。那这有点像安卓的思路哈，不要求每个零件都完美，但是要保证整体能够运行，这让他们能用大学实验室的设备就做出了突破性成果。不过代价呢，也就是他们也为此付出了1年的时间来进行迭代。制造层面角度来讲，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制造不是那么理想化的环境的，所以 UCSB 团队其实是全部都可调。全部可调的好处就是，实际上你可以可编程的运转整个量子芯片，你就没必要玩那么依靠制造，制造可以差一点。就举个例子吧，到2019年以前的 Google， 就是做到第一个量子那个优越性的实验的 Google， 他们用的芯片制造还大部分依靠的是 UCSB 的大学的那个克林容，都不像很多别的地方的团队什么上来就有几个亿的投资进去做了，而是他们证明了这一步 ，Google 才给了他们更多的经费去有自己的克林容的和扩充团队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点。所以他们选的这个路子就是为了完全可调、完全可控，可以尽量简单的制造方式去把东西做到一个想要的成果来。Google 的这个芯片有一个坏处你也看到了，就是它做出这个芯片实际上会有这个问题，还有什么突破？会发现它的每一个部件，包括它的量子比特、它的耦合方式、它的所有保真度，其实都不算是业界领先。它做到了一个优秀但不领先的地步。但是就像硅谷一样，不锈钢能上天，为什么我一定要用全世界最好的铝合金呢？但是 Google 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从去年他们第一次做出最早的这种量子纠错的成果，到今年花了1年的时间呢？其实去年的芯片不够好，所以他们去年的芯片更差，所以他们花了1年的时间去迭代这个芯片啊，芯片质量变好了一点，但是还是不是最优秀的。所以这个就像我回来刚才就是如果说什么突破的话呢，也可能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一个迭代，不能叫做突破，我觉得是个迭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刚说嘛，就是灵活性的代价就是芯片质量会比较低一点，但是他们觉得可编程、可灵活性能带来更快的那个步骤 ，move fast, break things 嘛。亚马逊啊，则是更加激进，他们想开发一种全新的超导量子比特。2020年，亚马逊入局量子计算领域的时候，就直接给了一位顶尖教授一整栋楼和100多人的团队，希望能够后来者居上。然而，亚马逊虽然投入最大，但是目前公开的进展啊是不如另外2家的。而量子比特的话呢，严格意义上说，就到那个时候都没人做出超过1个量子比特的耦合。理论上来说，它有更好的可扩展性，它需要的那个量子纠错更小，因为量子纠错有复杂度问题。你如果像按照 Google 按照 IBM 按照大家的公认的量子纠错的话，它有很高的一个复杂度要求，就是你可能要做一个很复杂的量子纠错的一个算法，一个实际的操作去做纠错。对于亚马逊呢，表示 OK， 那我现在2020年出来，那我就要找一个不需要这么难做的一个量子比特去做它。然后当时的选择这个叫 CAD-QUBIT 这个方向，至少公开是这么选择的。但后面也做了一些尝试，然后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公开的信息表明他们把这个做到了可扩展。所以你看，这3家公司在量子计算路线上的打法差异呢，也是非常的大。IBM 稳扎稳打，按部就班，每次展示的都是完全验证过的成果。谷歌则是喜欢小步快跑，先证明可行性，再慢慢优化。而亚马逊啊，则是想通过巨额的投入，直接跨越发展阶段，一步到位。我们可以将这类比成3种不同的赛车手啊。IBM 开着经过精心调教的豪华跑车。谷歌呢，开着可能不那么完美，但是够快的赛车，而亚马逊啊，则是在车库里面研发全新的引擎。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2个重要的玩家，一个是英伟达，一个是微软。
英伟达主要将自己定位为 Accelerate Computing Platform Company， 加速计算平台公司。他们在量子计算领域的策略呢也很明确，一方面与量子计算公司合作，希望 GPU 在量子时代也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另外一方面提供混合量子计算平台，帮助企业在真正的量子计算机出现之前就开始准备。而英伟达的态度呢又很实际，量子计算是不可避免的下一代超算平台， GPU 显然是不想被排除在外的。而微软则是走了一条独特的路线，他们没有像 IBM 和 Google 那样投入巨资去研发超导量子计算机，而是选择了拓扑量子计算这条更具挑战性的技术路径。这种方案理论上更稳定，但是技术难度也更大。Our first quantum processor based on this architecture is the Majorana 1。我们在视频前面提到过，量子比特呢非常脆弱，这是量子计算目前发展缓慢的核心矛盾。微软在过去20年试图研发的是拓扑体方案，通过观察和控制马约拉纳粒子来产生更可靠和可扩展的量子比特。那这里有几个关键词啊，我们试图用比较易懂的方式来解释一下。拓扑学是研究图形或者集合在连续变形下的不变的整体性质的一门几何学。那拓扑保护的意思是信息藏在大结构当中，因此一些小扰动不会影响拓扑保护的信息，只有剧烈的全局变化，比如说系统断裂，才能够破坏拓扑结构。那比如说一个甜甜圈中间有个洞，不管你怎么拉压捏这个甜甜圈，它的洞都不会消失，除非你把它整体撕开。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甜甜圈的形状呢具有拓扑保护，你不能通过小的变形去改变它的基本特性，也就是洞的数量。那再比如说，想象你有一根耳机线，你在上面打了个结，如果你只是拉伸或者挤压耳机线，这个结依然在那儿，不会松开。但如果你剪断耳机线，这个结才会消失。因此呢，这个结就是一种拓扑结构，必须彻底破坏，也就是剪断，才能够改变。这应用到量子计算上，微软的路径是利用拓扑结构来让量子比特对外界干扰更稳固，不容易受损。其中马约拉纳粒子由于自身是自身的反物质，就像一个超人和他的影子可以成对出现，并且它们之间的状态是拓扑保护的。这样一来，量子信息被存储在两个分开的马约拉纳粒子之间的拓扑连接里，哪怕其中的一个粒子受到局部干扰，整体信息依然不会丢失。此前这种技术路径的瓶颈在于开发相关拓扑态的合适材料难度极大。但是微软在2025年2月19号发布的全球首款拓扑体量子计算芯片，证明了这种新路径的可行性，为量子计算的进一步研发增加了更多的方向。在这里再 call back 一下我们上一章解释的谷歌 Willow 的路线。谷歌和微软的不同在于，量子纠错呢是一种通过控制来保护量子信息，而拓扑比特本身就是自带量子信息保护。但无论如何，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无论是哪种路线的突破，对于科技界来说都是好消息。而微软最终的目标是在巴掌大的芯片上放入100万个量子比特。同时微软也在布局量子开发工具和云平台，试图在软件层面占得先机。不过在微软发布拓扑量子计算的消息之后，市场中也出现了不小的争议。有一些产业中的科学家并不信服微软的研究和这次发表的论文，认为论文没有提供足够可信的证据。华尔街日报引用一位物理学家的质疑称，微软在发布会上为了佐证这项研究而展示的数据只是初步数据，并不能确凿证明已经取得了这一进展。科学家们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过去10年时间，马约拉纳费米子被很多实验室和团队研究，但是都没有让人信服的进展。这期间有团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数篇相关论文，后来都被陆续撤回。包括微软的科学家 Leo Kuenhofer 在2018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号称观察到了马约拉纳费米子，但却在3年之后的2021年承认此前文章有技术错误而撤回。所以这一次微软真的实现突破了吗？接下来我们也会陆续观察一下微软团队对目前质疑做出的后续回应和更多的研究论文证明。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5家科技巨头的布局也是各具特色。那谷歌呢是率先证明量子优越性，走可编程路线。IBM 是依托芯片制造优势，追求高性能。亚马逊呢是大手笔投入探索新型量子比特。英伟达呢是布局混合计算，发挥 GPU 的优势。那微软则是压住拓扑量子计算，同时呢布局软件生态。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巨头的量子布局似乎都带着各家公司的基因。
IBM 稳健，谷歌灵活，亚马逊试图弯道超车，英伟达重生态，微软重平台。那么在量子计算这个新赛道上，每家公司都在试图复制自己在传统计算时代的成功经验。而在这之上，量子计算领域也正在形成有趣的合作与竞争格局。虽然技术路线有所不同，但是大家都意识到，量子计算不仅仅是硬件的比拼，还需要软件、算法和应用生态的支持。那聊到这里啊，可能有人就要问了，量子计算那么厉害，为什么还没有看到任何人使用呢？甚至啊，有说法说，一台实验室里的量子计算机比不上人人口袋里面都有的 iPhone， 因为呢，这项技术实在是离大规模应用还太遥远了。但是呢，事实是在很多领域啊，量子计算已经开始在展现它的潜力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正面临一个有趣的悖论啊！尽管我们见证了 ChatGPT 等大模型带来的突破，但是 AI 的根本性瓶颈啊却日益显现。在最近的各种技术论坛和大会上，顶尖 AI 研究者们都指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传统 AI 正在遭遇泛化性不足的困境，它们需要消耗海量的数据才能够提升性能。更严峻的是，我们可能已经没有足够的优质数据来支撑 AI 向 AGI 去迈进了。而很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当 AI 走入死胡同之际呢，量子计算可能会带来新的希望。这种优势的关键在于量子计算的高维持性。传统计算就像在平面上画画，而量子计算则可以在立体空间甚至更高维度中工作。举个例子，仅仅10个量子比特就能够探索2的10次方维度的空间。这种高维映射能力让量子机器学习算法能够更容易地发现数据中隐藏的本质模式，就像从高空俯瞰能够看到地面上的全局图案。但是维度不是不同的状态，而维度这个空间就大多了。所以说，如果你能将一个低维数据把它映射到一个高维空间里面去做一些机器学习的话，这个在有的时候会让你的模型更容易去学习到数据里面的 pattern， 就是你将一个低维数据映射到高维上去，比如说一个2维的数据，你把它多加一个维度，这样2个数据集间的 classification 就能很好做了。那量子计算对 AI 的革命性影响啊，可能体现在2个层面。首先就是计算效率的提升。那量子计算机有望实现矩阵运算的指数级加速，这正是机器学习中最核心、最耗时的操作。这意味着未来训练一个 AI 模型的成本啊，可能会大幅度的降低。其次呢，是学习能力的质变。通过更强的泛化能力， AI 可能真正获得类似人类的学习能力，能够举一反三，而不是简单的记忆大量的数据。那有意思的是，虽然听起来量子计算很复杂、很昂贵、很高深莫测，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实际上可以帮助降低成本。你想，如果你用泛化性更强的计算体系去训练一个跟 AI 一个量子人工智能学习模型，你想象它就相当于你的数据需求是要缩小不止一个数量级的，然后你的计算需求，无论是经典部分还是量子部分，其实都会小很多。经典部分就好说了，对吧？因为你的数据吞吐量就减小一个数量级了。那从那个量子部分来讲，量子计算去获得这个更大的维度的方式是非线性的，它是指数级的，这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一个优势。从经济学角度来讲，量子计算直接把那个你的计算成本降低了一个很大的数量级，至少对于某些问题来说，如果你用10个比特，你就能有2的10次方的维度去探索。但是经典计算机的话，那你真的构造10个维度的空间去探索了，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到了2030年左右，当完备的量子计算机实现之后，我们可能会迎来 AI 发展的一个新纪元啊！届时 AI 可能只需要阅读几本代表性的书，就可以掌握写作技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需要消化整个图书馆的内容了。这不仅会让 AI 变得更加的智能，也会让它更加的经济实用。那这或许就是 AI 发展的下一个范式啊，不是简单的去堆砌更多的数据和算力，而是通过量子计算开辟一条全新的进化路径，让 AI 变得既聪明又高效。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产业对量子计算的到来有一些忐忑不安，这就是加密货币行业。谷歌微漏的新闻让加密货币社区倍感紧张，这是因为量子计算机最早被设想的应用之一呢，就是破解当前广泛使用的
非对称加密算法。这不仅威胁到加密货币，也关系到整个互联网的安全体系。现在的加密货币，比如说比特币，都依赖于特定的密码学算法。这些算法之所以安全，是因为用传统计算机破解呢，需要耗费天文数字般的时间，但是量子计算机通过平行计算能力，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完成破解。那刚才我们说到 Willow 的意义呢，在于它证明了大规模量子计算机是可行的。那虽然目前的量子比特数量还不足以破解所谓的加密算法，但是这个突破呢，让量子霸权的威胁变得更加的真实了。有分析就认为，当量子计算机达到大约4000个稳定的量子比特的时候，就可能会威胁到现有的加密体系。这也是在加密货币市场中引发了一些争议让不同行业人士对量子计算带来的威胁的看法很不一样。比如说 Avalanche 的创始人 Amy Gensler 就表示，目前的量子计算能力尚不足以威胁加密货币安全。首先有一些新的区块链可能开始设计的时候就会考虑引入一些这个可能对于这个 quantum 破解相对比较 resilient 比较可抗性的一些，甚至包括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些都已经算是比较 quantum safe 的，就相对于可能2000年90几年以前的那些哈希算法和函数，现在用的这个椭圆曲线本身就认为，至少对于目前这一代的在研究的量子计算的算法已经是比较安全的了。但 PayPal 前主席 David Marcus 指出 ，Willow 的进展表明量子抗性技术发展需要加速，而以太坊创始人 Vitalik 甚至在很早就建议通过硬分叉来增强区块链的量子抗性。而量子计算带来的挑战呢，也催生了新的机遇。在加密领域已经是出现了3个主要的应对方向：后量子密码学、量子密钥分发和可升级架构。那么后量子密码学致力于开发即便面对量子计算机也能够保持安全的加密算法。量子密钥分发则是利用量子学原理实现绝对安全的通信，而可升级架构则是让系统能够灵活地应对未来的安全威胁。可以确定的是加密货币社区已经开始行动，多个项目正在研发抗量子的加密算法，使得这些新算法即使在量子计算机面前也能够保持安全性。而一些区块链项目甚至在设计能够无缝升级的系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切换到量子安全的加密方案。我知道 Stackware 其实很早就在讨论做这个 quantum resistance 的这个相关的研究，并且在他设计他们的 GK platform 的时候也有考虑过。然后同时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Ethereum Research 本身在做很多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你其实提到的一个点就是硬分叉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真的在以太坊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硬分叉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单纯的通过2层，因为量子计算如果能破解这个加密这几个加密或者哈希算法的话，它动到的是以太坊的根基，所以它甚至是比共识层还要基础的东西，所以它一定会通过硬分叉来解决，它不能通过别的方法来解决。也是一样的，它也必须通过硬分叉来提升级。假如有一个新的这个 quantum computing 的算法或者是硬件能够破解比特币的这个加密算法和哈希的话，就也得通过硬分叉来解决。不过呢，也有人持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真正的威胁可能还要10年以上才会出现，在此之前加密社区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而且开发量子计算机的投入巨大，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量子计算机可能只会掌握在少数机构手中。有趣的是量子计算对加密货币的影响可能是双面的，虽然它威胁到现有的加密体系，但也有可能催生新的量子加密货币，也就是利用量子特性构建更安全的数字货币系统。这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军备竞赛，新的防御手段总会应对新的威胁。其实还有一批人在研究怎么样借助量子计算来做一些超越区块链的事情，比如说因为这个量子态很容易被摧毁，比如说你可能读取一次这个量子态就被摧毁了，有些时候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创建 one time transaction， 就现在大家这个防止双花的方式，防止 double spending 的方式是把一个交易放到链上，然后通过全球共识来知道说你是不是现在的拥有者，来防止双花。但是有了这个 quantum computing 的时候，你其实可以通过一个量子态被读取过一次以后，它就会消失，它就会坍缩这样的一个现象，去保证用一种离线 off chain 的方式去创建一个防止双花的方式。所以它其实会创建更多，它有一些可能性，比如说是一个临时的或者是短暂的一个区块链，而不是说每一个链的每一个交易都需要上链，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方向。所以
可能很多人担心 quantum computing 会是一个对区块链有害的新闻。其实在我看来，它其实也有一个可能性是让区块链的发展有更多的可能性。当然呢，我们看到随着量子计算这个名词被各个行业不同的人越来越频繁的提起，各大机构都在密切关注量子计算的进展，同时呢加紧研发应对方案。而在量子时代，安全将不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需要持续升级和适应的动态过程。那当人们还在争论量子计算是科幻还是现实的时候，一些领域呢已经悄然展开了实践。比如说，在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中金融机构走在了最前面。这并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基于3个独特的优势：他们掌握着最真实的用户数据，面临明确的应用场景，以及呢具备充足的研发资源。2024年7月，新加坡金管局启动了一个开创性项目。与传统的研发资助不同，他们选择直接向银行提供资金，而不是资助科研机构。那么这体现了一个重要的理念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于那些最接近实际问题的使用者。目前银行们已经在3个方向展开了尝试，利用量子算法优化交易策略，通过量子机器学习提升风险预测的准确性，以及在更大的解空间中寻找投资组合的最优配置。比如说新加坡金管局，它的那个项目就是不跟任何科研机构合作，他直接把钱是给到那个银行，你要拿到那笔钱，你必须是个银行。此外，在材料科学领域，量子计算的优势就更为明显了。量子计算机本质上就是一个量子系统，天然适合模拟其他的量子系统的行为。这项能力在新能源材料、航空航天材料和催化剂开发等领域都显示出巨大的潜力。比如说，传统计算机在模拟包含100个电子的分子系统的时候，由于需要处理指数级增长的复杂性，所以需要存储空间可能会超过整个宇宙中的所有原子的数量。而量子计算机就能够高效地模拟这种量子系统，因为它本身就基于量子力学原理，能够自然地处理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同时，量子计算在新材料开发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从更高效的太阳能电池到新型航空材料，都可以从量子模拟中受益。所以实际上就是量子机器学习，其实他们希望看到这个玩意儿能在真实的应用场景里面去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化工和物流的话，更多就是你通过混合量子系统去做就是化学模拟，去找到比如说一些化合物的最后产品。太空的话就说了，它量子计算可以加速新材料的开发，所以可以更好的也许让这个就是比如上天的飞行器的材料变得更好。可能畅想例子的话，要么太空电梯的那个绳索，要么就是伊隆马斯克的新建可以连那个隔热瓦都不需要，比如说这种特殊的金属可以直接承担返回的那个高热，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也难怪在 Sundar Pichai 回复马斯克的推文的时候，还开玩笑的提到了要用星舰在太空中打造量子集群量子计算可能会真的加速人类的太空梦。不过呢，量子计算真正到我们面前的这条道路也不会一帆风顺而在完备的量子计算机出现之前呢，业界也正在探索混合量子加经典系统的过渡方案。那么这样的混合量子计算结合了传统计算机和量子处理器的优势，让企业能够在完全体量子计算机出现之前就开始探索量子算法。那么以银行为例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交易数据在混合系统上测试量子算法，为未来的全面转型做准备。目前量子计算正在经历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的关键阶段。虽然完全体的量子计算机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混合量子计算已经开始显示出实用价值。各行各业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将量子技术融入自己的业务流程。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还没看到量子计算的到来，除了企业和加密货币行业的提前布局呢，同时呢，华尔街也已经在提前布局了，包括我们开头说到的最近做过山车行情的这些量子计算概念股Rigetti、D-Wave Quantum、IonQ 这些公司在几个月之内一度翻好几倍，之后又在市场争议之际疯狂下跌。这反映出市场和外界对量子计算这项特殊技术并存的期待和质疑，当然也有炒作和投机。
而戏剧性的是此前唱衰量子计算的英伟达突然宣布将在2025年3月的 GTC 大会上举办量子日活动。黄仁勋和一众量子计算领域的领袖们将一起探讨量子计算的可能性和现有的技术，以及量子技术的发展方向。这是让市场再次的充满期待。所以呢，量子计算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到你我的身边呢？我们的采访嘉宾说关于量子计算何时能够实用化，行业内呢经常也有人说还要10年、20年、30年等等但是他认为这种估计往往是一种懒惰的说法。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技术的可扩展性得到证明，那么实现突破的时间往往比人们预期的要短很多。量子计算的未来不会是一蹴而就的革命，而是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就像电脑的普及经历了从科研军工到华尔街再到千家万户的过程。量子计算也会先在特定领域证明其价值，然后逐步渗透到更广泛的应用中。在这个过程中，成本的下降和技术的成熟都需要时间，但是展望未来，量子计算带来的改变很有可能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正如我们无法用1960年代的视角预见今天的智能手机一样。但在这条路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令人期待的应用场景和业界尝试。量子计算的未来也许会比很多人想象中更早的到达我们身边，而当这一刻到来之际，也是人类能够继续向前迈进一大步的时候。 You kind of said 15 years for very useful quantum computers. That would probably be on the early side. If you said 30 is probably on the late side. But if you picked 20, I think a whole bunch of us would believe it.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he could be wrong. That is,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in the next 3 to 5 years that one of these techniques would get enough true logical qubits to solve some very tough problems.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拜。